楚将军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有一群不怕死的兄弟，只怕你招架不住。千羽军听令，夜游神竟敢公然劫法场，那就一个不落，就地斩杀！我看谁敢！巡检军拦下！等等！梦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里是法场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我们要是不来，今天不得提前大结局啊！我家跟礼都还没开呢。楚大人不是说上官鹤乃是江南盗窃案贼首吗？那么敢问3年前那桩案子，楚大人可有详查过内情？又知不知道白鹤大侠为何要盗取朝廷赈灾款？我接管此案时，本该与中书省内存档的相关卷宗皆已损毁，只有刑部盖棺定论的案情记录，就事难追，是以……那就是没查。想不到楚大人自诩刚正不阿，其实是个道貌岸然、无良为盗之辈。哎，你胡说什么？将军岂是你能诋毁的？诋毁？昨夜我与长姐寻上阿龙、阿虎一起，只不过用了1个晚上，便查清了上官鹤3年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千羽军查案有1万种方法可以了解真相，可是你们只会定罪、搜捕，心属外的，又如何能找到正理？放肆！来人！干什么？难道你想在京城百姓面前对女人动手？你闭嘴！你也好似讲话，为这几分兄弟义气，隐瞒真相，妨碍公务。就你这样的人，就算免了死罪，也要打个100板子。听，楚大人，请你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封联名请愿书。在这上面签名的有800余人，而他们正是3年前被上官鹤救助的江南百姓。他们恳请京兆府辨清黑白，不要让他们的恩人蒙冤枉死。当年之事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具体的来龙去脉，怕是要问一问七殿下，又或者是高大人吧。3年前江南水患发生的时候，3州6城，饿殍千里，而朝廷分发的赈灾款，迟迟没有到百姓的手中。上官白鹤潜入刺史府中，才发觉赈灾款竟全部被贪没。他盗走银两，劫富济贫，却在江南道外遇上了前来查办失窃案的七殿下。七殿下那是心系水患，上知此案详情，便将上官鹤缉拿归案。安排什么？眼见劫富济贫的大英雄，一夕之间成了案犯，百姓为他请愿，可那刺史却有朝中要员撑腰。就这样，上官鹤被押入了江南大牢。这一方令牌是叶游神昨夜在当年的刺史府中找到的，上面有个引字，当年的江南刺史正是高相门客。如果说贪污赈灾款也是高相授意，那么后来私放上官鹤，就正是七殿下的无奈之举。一派胡言！别乱叫！楚归鸿，你真正应该去查的是高家，是高相一党，而不是一直揪着上官鹤和叶游神不放。你为了一己私怨，一直与玄甲军相斗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整个大晋的朝局不稳。当年江南案，尤姑亲自审理，今日
你听我解释，宋一梦。你该去解释的人不是我，而是那些信任你的夜游神。直到临行前夜，他们还在为你辩解。阿虎说，你一定有你的苦衷，还说你曾经救过他们的命。不管你是谁，你永远都是他们的老大。把别人的真心当成草芥，这种感觉，你很喜欢吧？此事的确是我对不起他们。3年前的旧案，楚归红可以不知道，圣上可以不知道，但是你呢？你敢说你不知道吗？我都知道。宁愿让夜游神陷入险境，也从来都没有想过把高长隐绳之以法，甚至交到圣上的面前。楚归红说你狼子野心，说你其心可诛，当真说错了吗？那么多次你都让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什么呢？夜游神有很多的人，都是高长隐所犯案件的受害人，而你一边做着七殿下，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，一边又做着离石榴，去弥补自己的过错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叫虚伪。姑只是不希望他们流离失所，姑还可以让你别说了，南恒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做你那高高在上的七殿下吧。至少在我的心里，只想记得那个正直善良的黎大侠，而不是你这种阴鬼小人。将这些意图劫囚之人，全部带回京兆府大牢。是。哎，刚刚明明是七殿下要求下令看管我们的，我们要进也是进他手里，你算老几啊？你胡说什么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听我一句啊，我们大家都老熟人了，别动不动就剑拔弩张嘛，要不然一个要死的人，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啊？啊？你以为就凭你拦得住我们几个吗？正愁没理由动手，你动一下试试。慢着，你们先跟荣华回去，去京兆府。老殿下，你想做什么？是时候让一切
殿下，楚归鸿已经往宫中去了，他一定会在御前告状。我们要不要赶过去？先不急，你去帮我安排一件事。老宋，老宋，听说昨天高家被查了。哦，千羽军在相府进进出出到后半夜，今天一早，这街道都被戒严了。你说这圣上是不是要有什么大动静？不可擅夺圣仪啊！什么动静进去就知道了啊！你兵部自然不急，我乃刑部尚书。当年江南盗窃案是我刑部盖棺定论的，圣上要开刀，第一个砍到我头上。老宋，咱俩是同科进士，你得帮帮我呀！哎，你刑部规规矩矩办你的案，你跟高家又没有牵扯，清者自清。还有啊，同科的多了，又不同门，不熟勿扰啊！哎，王大人，问题是已经牵扯了吗？老宋，老宋。老七人呐，要让满朝官员等他一个人吗？哎呀，没想到一桩江南旧案，竟牵扯出高家如此多的党羽门生。老七涉事其中，却迟迟不来，怕是摆明了知道父皇要问责，畏罪潜逃了。所以儿臣恳请父皇即刻下旨查抄高氏一党所有官员的负债，让表哥把他们都带到京兆府监牢审问。啊，还有玄甲军的指挥权，更应立刻从南横手中交出。宋玉德，你认为瑞儿这个提议如何呢？回陛下，这玄甲军本为七殿下一手组建，但臣以为，天下兵权应该尽在圣上之手。可是突然要除去，总需有个名正言顺的由头啊！我说宋大人，这短短一日，这高相犯下的江南旧案，纸满京城都听闻了。 18殿下，坊间传闻，
曰流言，或据人证，或有物证，经地方机构查验清楚，逐层上报，三司会审，定下罪名，方可判罚。旧案重启，免不了有一番周折。要是七殿下现一步行动呢？陛下，昨日法场之上，一切已然明了。七殿下南横不仅是高家一党之首，手握重兵，甚至还拥有夜游神这样的江湖势力。如若再不行动，京中迟早会生兵变。陛下，臣同意楚将军之言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孤竟不知，满朝文武竟然如此忌惮孤。参见陛下。不是你还敢过来？哎，监军可在殿外呀！快将这个结党营私、包庇高乡之人拿下！陛下，这份卷宗记录了江南旧案的人证物证，当年涉案人员已被臣查办，其他人员待严尚书查验之后，即可定罪抓捕。呈上来。江南旧案的证据早已损毁，你又从何得来？3年前的案子是由孤亲自审理，自然留有卷宗。如此，3匹良驹日夜兼程，亲自取回。你是疑罪之人，安知没有在其中做手脚？楚将军若是有疑虑，大可随严尚书一块查办，而不是在这口说无凭，一通攀咬，对此事并无注意。老七，依你看，高长颖在此案中的所作所为，该怎么论？回陛下，高长颖贪没赈灾银两2000斤，罪行属实，虽当年已追回钱款，但按照大境利律，应革去其相国之职，流放千里。流放？这七殿下亲自将高相送去流放，那岂不是相当于自断羽翼？是啊。哼，七殿下好手段啊，想用一个高长颖堵住悠悠众口。楚将军此言差矣。陛下，若非是臣的纵容，高长颖不会犯下今日之过。所以臣今日前来，不仅是要给高长颖定罪，还要亲自向陛下认罪。只有包庇高长颖之罪，再无别的。譬如藏匿上官鹤同夜游神勾结为非作歹。陛下，残江月是臣亲手所见，臣也是残江月的主事黎16。臣监察不力，识人不明，当鞭刑20，豢养江湖人士，欺瞒上报，再加20，纵容。陛下，臣以为，律法之所以为法，就该按律行事，而非人心。这江南旧案犯错的本就是高长颖，而非七殿下。何况，原本昨日问斩的那个死囚，也是误判。若非七殿下有仁义之心，也不会保他性命3年。至于这残江月，
虽独立于朝廷而存在，然多年来所行，皆是造福百姓之举，并无错处。元仪，依照刑部例律，此事该如何判罚？你看他作甚？如实答来。回陛下，如卷宗所写全部属实，的确该按殿下所说判罚。既然七皇子要为国尽忠，为舅父尽孝，为身边人尽义，那朕便成全你，替大金鞭刑60，收了你这王爵之位和半条性命。谢陛下。没想到平日里权衡利弊的七殿下，竟为了区区一个江湖总长，扛下所有的罪责，不值当啊！就是为了给那几个江湖草莽脱罪，自舍羽翼。哎，想不到啊，圣上对他也真够狠的。一个自小就从冷宫里摸爬滚打起来的人，练就的是怎样的一副铁石心肠、豺狼心性啊！可惜了我的好东西啊！人世间那些柔情蜜语、温情缱绻，于他只不过是可以筹谋的棋子，又耻如至宝，弃之如敝履呀！是以老夫恳请殿下放过小梦了。以前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保，可将来，我想与他解除嫌隙，更想与他结为琴瑟之好。我也向您保证，会用自己一切力量护他一生周全。臣监察不力，识人不明，豢养江湖人士，欺瞒上报，纵容劫囚，大闹法场。臣愿以身上王爵之位抵罪。启禀圣上，行刑完毕。宋大人，宋大人留步。宋大人，当日在宋府，是宋大人提点的在下追查残江月、叶游神一党。如今事情已经明了，为何今日大人却站在南横那边？贤侄，你误会了，啊！今日老夫所言，只是不想大境生乱。并无偏袒之意。我与梦儿自有定亲，早将大人视为父亲一般。我不明白，为何大人与梦儿都变了？我究竟是哪里做错了？既然话说到这儿，
老夫想问贤侄一句：你今日极力主张将法场之事追查到底，有没有想过会将小梦牵扯其中？老夫知道贤侄一定是忙中有漏，疏忽了。可齐殿下在1日之内查清江南旧案，已称不上空闲。他又说，大闹法场之事是他一人所为，要在定罪高相同时保护叶游神，维护我宋家2个女儿的名声。凡此种种，滴水不漏。你可知是为什么？大人是要说我不如他吗？错。齐殿下所为，只就事论事，平息风波；而贤侄所为，却是在借题发挥意在玄家军。心不同，自然道不同。你这样，会将更多的人扯入漩涡。我对梦儿绝无此意。今日确实我疏忽了，可之后只要扳倒了南横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对梦儿不利。届时我会十里红妆迎娶她，她所有的声名，我也都会替她挽回。贤侄，感情之事不是强求可得。小梦已经做出了她的选择，贤侄也是时候该放手了，啊！可她与南横已经对婚了，我又为何不能争取？贤侄的万般无奈，老夫都非常理解。可是这一切，在你与小梦退婚当日便了结了。老夫恳请楚将军放过小梦，也放过自己吧。按照剧本机制，剩下的名场面都将会发生。大婚日，3人转圈头。又如何？纵使这是一场错，我也愿意一错再错，错上加错。跳城楼，经典2选1。本宫中被做成人质，还有宋家被南横灭门。从我来到这个世界开始，我一直在做着自以为正确的事情，但是我所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就一定是所谓的真相吗？你接近我，不就是为了我们宋家的权势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应该放任你去死？没错。好，如果有下次，我定让你去自生自灭。所有错处，竟是臣一人之过，这一切跟宋姑娘都没关系。哎，不管是真的。你去盛上水。如果你再敢吵醒我，我就杀了你。姑今日再说一次，宋一梦是姑千求万求回来的皇子妃，冒犯她的，你们大可以试试。去吧。还有没有什么机智？但我想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我就站在这儿。你选择视而不见，你去相信什么荒诞无稽的破剧本？没错，我就是不相信你。不只是这次，从今往后，我都不可能再相信你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南横，我从一开始接近你，就只是为了想杀了你而已。找断刀之法是为了杀你，上元灯节是为了杀你，订婚也是为了想杀了你。
今天这么多好吃的，汤来喽！哇，哎呀，好了，菜都齐了，动筷子吧。今日谁过寿？谁说只有过寿才能相聚啊？我就是觉得吧。好啊，父皇。哎，其实啊，等等也无妨。毕竟老七现在没了高长隐这个帮凶，无论文治武功，还是在朝中所受的拥戴，都难以和儿臣媲美了。那又胡言乱语。哎，殿下切莫自满，兹事体大，的确需要从长计议。陛下，玄甲军有2万兵力在边关。再加上夜游神那些高手，南横一党的实力不容小觑。陛下若要防患于未然，须得缴出他手中的兵权。高家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，就算这次除掉了高长隐，其余门生依旧会支持老七。朝上你们也都瞧见了，文武百官里还有很多人偏向他。倘若贸然缴除了他的兵权，朝中定然生变。朕看，还是宋玉德这个老狐狸说的对，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。对呀，父皇说的有道理。可是父皇，这老七滑得像鬼，好不容易有一个贪墨案啊，他一番作态把自己骗干净了，这哪还有什么理由吗？没有现成的，那便创造一个。臣听闻，高相与贵妃娘娘自幼兄妹情深，南横不是一贯孝顺吗？若是能从贵妃处下手，他一定会有顾虑。陛下，朝堂如战场，贻误了军机，只怕再无回头之路。望陛下莫再迟疑。干什么呀？高相说想见齐殿下一面。不见。高相说就一面。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反了你了？说不见就不见，赶紧走。
富贵，啊？殿下，不，将军，您再歇息一会儿，怎么就起来了？外面怎么了？哦，是相爷，他在诏狱里闹着非得见你一面。见我就不见了，不过他毕竟是我舅父，流放的路上都打点好，务必要安排妥当。明白。你去准备一下，我出去一趟。现在？可是您的伤……去。是。